今晚，若雨她真的病得很厉害，我必须去一趟。从小到大，她每次生病，我都在她的身边，不然我真的放心不下。你放心不下她，那我呢？你那么坚强，若雨能跟你比吗？顾怀瑾，我生辰那天，林若雨练武破了点皮，你丢下我千里迢迢去城外照顾她。乞巧节那天，她院里进了一只死耗子，你就冲到她府上安慰了一整晚。那些都是意外。意外？那昨夜呢？我们大婚的前一晚，林若雨一说发热，你立马丢下我，连夜骑马赶去寒山寺陪她一整晚，今早才露面。顾怀瑾，我再问你最后一次，今日午时的花轿，你到底能不能来接亲？今晚，若雨在城外的寒山寺，我赶过去再回来，最少要3个多时辰，根本来不及。来不及？要不我们推迟婚期1日，就推迟1日好不好？推迟大婚？你疯了吧？这也是没办法。现在所有宾客要么已经到了前厅，要么就在启程来府里的路上。你现在跟我说推迟大婚，凭什么？就凭你顾怀瑾够薄情寡义，还是凭林若雨够楚楚可怜？沈清婉，我和若雨之间不是你想的那样，你别这么善妒。我善妒？我觉得你和林若雨就该立刻成亲，又何必祸害我这么多年？4年了，看你们演了整整4年。顾怀瑾，我真的累了。如果你今日不留下迎亲，那我们的婚约就此作罢。沈清婉，我理解你吃醋说气了，但是我说了，我来不及改。如果你不想失去我，那你就推迟大婚。对，错的人是我，是我咎由自取。但是从今以后，绝不会了。今晚怎么了？顾怀瑾那狗东西到底做了什么？别伤到你自己，你要砸，我替你砸。罢了，这婚不结也罢。今晚娘心疼你，等会儿让你爹好好同你祖父说说，退了这门亲事。娘，谁说我不成亲了？啊！新郎都跑去陪那狐狸精了，你跟谁结啊？陆景深，我今日大婚缺个新郎，你可愿与我假戏真做，成个亲？你要给镇北侯世子陆景生送喜，他可是你从小到大的死对头啊！沈清婉，你要是嫁给本世子该有多好，我们以后也不用当死对头，两家强强联合。今日我可以失去情谊，但绝不能失去尊严。这婚我必须结。可是他能跟你成亲吗？万一他不答应怎么办？我也不知道。景深，你会来吗？沈小姐，世子殿下派我来给您送信，他的答案都在剑使的信里。沈清婉，想让本世子娶你可以，但本世子要的是一个真正的世子妃，至少能躺在本世子床头，有血有肉有温度。我要你堂堂正正做本世子的女人。回去替我告诉世子，成交。是。陆景山，今晚是那个你常挂在嘴边镇北侯世子陆景山吗？正是。那怎么行？你和他不是死对头吗？他会不会趁火打劫？万一他要是不来迎亲，岂不是误你一辈子啊？伯母，我觉得很好啊。陆景山是谁？
顶级权贵，皇城里手眼通天的人物。论势力，顾怀瑾祖孙3代加起来都比不过一个侯府，而且觉得他比顾怀瑾那个朝三暮四的伪君子好多了，简直是云泥之别。行啊，好姐妹，这回眼光一定准。镇北侯世子甩顾怀瑾8条街。我和陆景深不过是各取所需，只要大婚能继续就行。我绝不会因为顾怀瑾丢人，更不能让沈家列祖列宗蒙羞。沈小姐啊，我家公子实在赶不回来，他让老奴转达夫人一句话，把大婚推迟到明日。不可能，大婚绝不延迟。你这大家闺秀怎么这般不懂事儿？不体贴夫君也就算了，还在这闹脾气生赌气的话。老奴实言相告，你若是执意不推迟，到时候花轿不来，没新郎官迎亲，当众丢脸的可是你沈清婉和沈府。我们顾家人今日是绝不会踏入半步的。那最好。沈小姐，我们顾家一代代的当家主母，那都是十分乖巧听话的。你想要嫁入我们顾家，这好胜好强的性子，是该学着服软改一改了。嫁入顾家，做你们的春秋大梦去！滚！小姐，妆补好了，已经快到吉时了。今晚顾家那边肯定不会派迎亲的队伍过来了，咱们怎么出这沈家大门？我知道，虽然临时请了陆景深这个配角，但他来不来还是另外话。今日这出戏，恐怕还得我独自演下去。无论再苦，今日我也要从沈家大门风风光光的走出去。行，没有迎亲的八抬大轿，咱们沈家自己的软轿一样能抬出气势。清婉，你快看！他竟然真的来了！小姐，我的天哪！国外的迎亲仪仗和赤甲，我一眼望不到头。老二，你愣着干什么？新姑爷上门了，快，咱们得去赶在新娘子前面出门迎接啊！不是说是顾家那个顾怀瑾吗？怎么变陆景深了？管他是谁，镇北侯世子是什么身份，咱们家这回是捡着宝了，快走！他居然搞了这么大的阵仗！阿姐，快帮我换上喜鞋，去前厅迎他。青婉，这陆景深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？这排场，顾怀瑾的伪君子就算攒10辈子的钱也凑不齐啊！这朝堂上的死对头怎么成亲家了？亲家母，我家景深成天在我耳边念叨，说我这媳妇儿生得如花似玉，我就想，那亲家母一定是个大美人。现在一瞧，您果然是花容月貌啊！您过奖了，清婉。哎呦，我儿媳妇下凡了！侯夫人您好。喊错了，该喊婆母啦。娘，您高兴归高兴，可别吓到我媳妇。陆景深，你到底在搞什么鬼？相识7年，我比谁都清楚，这个男人就是一头漂亮且凶悍的野豹，轻易招惹不得。我成亲啊！我不是让人传话，让你直接去别院新宅吗？你带你爹娘来我家干什么？去啊！接上我的新娘就去新宅啊！没有从新娘家出门的新郎，那算哪门子结亲？怎么，生气了？陆景深，你别忘了我们的约定，这只是个过场。
沈清婉，我之前说过，成亲我没问题，但是我拒绝当挡箭牌。你要脸面，难道我就不？我陆京深若是直接空降新宅接个顾家剩下的烂摊子，那我身边的人该怎么看我？好，我知道了，你考虑的确实比我周全。陆景深，我挺纳闷的，短短2个多时辰，你不仅通知了你爹娘，还调了这么多赤甲卫和骏马过来，你怎么来得及搞这么多事儿？沈清婉，与你相比，这有何难？什么？你把话说明白，什么叫与我相比？没什么。夫人，吉时已到，再晚时辰就有一些赶。你确定还要在这儿跟我掰扯我的办事效率？夫人，这家伙入戏也太快了，叫谁夫人呢？出门吧。大梁成亲的习俗，出娘家门的新娘子要由新郎亲自抱上花轿。世子爷，男人力气不大一点儿，在我们大梁可都不配娶妻了。在今天之前，我真的万万没有想到，这般稳稳抱我上花轿的男人，竟然是陆景深。这个家伙在我的印象里，那就是毒蛇本毒。如果凭一张破嘴能把人说死，我估计都死在他手里几百遍了。清婉，骑射后都累了，这水囊不是重吗？我替你拿着。沈清婉，你是不是手断了？世子，我只是帮把手。这回拎得动了吧？那一刻起，我的情窦初开就死在了摇篮里。从此我看他100个不顺眼，他也时不时的气我。原以为从书院出来后就彻底说拜拜，没想到这家伙不仅入朝为官，还是我商铺生意上最大的竞争对手，经常抢生意，抢到我恨不得给他套麻袋捶一顿。可现在这个让我牙痒痒的家伙，却成了唯一能解我困局的人。沈大东家盯着我看了半炷香了，还没看够。这孽缘啊，还挺神奇。咦，这新郎官，这新郎不对吧？原定的新郎不是太医院那个顾怀瑾吗？这人是谁啊？你们没发现顾家的人一个都没来吗？沈家这是唱的哪一出啊？这位可比顾怀瑾尊贵多了，这可是镇北侯世子啊，简直是天壤之别啊！沈清婉这是临时换夫君了，太刺激了。陆景深，你干什么？诸位，由于今日婚礼仓促，所以在行拜堂之礼之前，我有必要自我介绍一下。本世子陆景深是沈清婉的夫君。今日多谢诸位能来参加我们的喜宴，多谢诸位见证我经过7年的重重波折，终于拨开乌云见月明的情谊。陆景深，拨开云雾见月明，你这张嘴是真敢编啊！咱俩什么时候暗度陈仓7年了？你这是要把顾怀瑾的脸撕下来踩在泥地里碾啊？怎么，你心疼那个陪跑的废物？我是庆幸顾家人一个都没来，要是顾怀瑾在那儿，非得被你这些词儿气得当场吐血晕过去不可。那只能说明他气量太小。现在，请新人交换定情信物，这不仅是婚书的契约，更是生生世世的承诺。坏了，陆景深，我这只有原先给顾怀瑾背的那玉指环，不管尺寸合不合，你今天都得硬往手上套了，别露馅。
你就这么打算拿旧物应付我？这锦盒怎么不是我准备的那一个？这不是那对玉指环，陆景山，这不是我准备的那个盒子。你把我原先那对指环弄哪儿去了？沈清婉，你确定要在这种时候拿那个废物留下的破石头当做信物？可我没准备别的，所以我替你准备了。你疯了！这镯子得值多少做成？沈清婉，你只管收着。哇！你们快看，那手镯的光芒闪得我眼都要瞎了。这种成色，这种个头，这是传说中贡品级别的吧？世子爷这手笔也太恐怖了。这才是真正的门当户对，好吗？甜甜的情缘，什么时候才会轮到我啊？这权势滔天又有钱的世子爷，比顾怀瑾那个伪君子强了何止10倍。要是我也看不上顾怀瑾啊。那姓顾的果然只配当垫脚石。笑死我了！顾怀瑾要是在场，看到这个玉镯，估计得当场气吐血吧。他就是行医一辈子也买不起啊！这临阵换夫君的内幕到底是什么？我总觉得这出横刀夺爱不太简单呢。嗨，管他呢！这种反杀负心汉的戏码多爽啊！好好看戏就是了。陆景山，你到底是怎么办到的？这指环尺寸怎么可能1分不差？你是不是早就盯上我了？沈小姐，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。你的尺寸，我3年前就背熟。既然信物已交换，现在请新郎新娘拜堂，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夫妻对拜。沈清婉，拜了堂，你可就是我陆景深的女人，别再想着反悔。清婉啊，你怎么还不进洞房？二叔，洞房在新宅，你们还是先回吧。哎呦，该不会是原先给顾怀瑾备的那处宅院吧？清婉，我们也想去开开眼，看看你们的新宅布置的怎么样啊？正好还可以闹洞房啊！二叔二婶，今日大家也累了，新宅还没来得及收拾呢。大家客气了。既然长辈们有兴致，那就请大家跟着我们的车马一起走吧。陆景深，你疯了？那宅子空空如也，你哪来的布置给他们看？还有，你看不出来他们是想闹我洞房吗？那就让他们闹呗。怎么，沈小姐都跟我拜堂成亲了，难道不想跟我入洞房？你陆景深，你是不是疯了？你知不知道我这辈子最怕的就是当众丢脸？待会儿要是穿帮了，那些亲戚的唾沫星子能把我淹死。别担心，有我在。别担心，你说的轻巧。这宅子是我爹娘买的，原本是打算给他住的，现在空空如也，连把太师椅都没有，你拿什么给他们看？这是我家那栋空宅子。这满院的布置就写着6个字：富贵气派倾城啊！沈清婉，布置这里前1分钟才刚撤走。你到底是调了多少人过来？你说呢？走吧，去看看我们的洞房。陆景深，你疯了吧？这是什么？这丹青哪来的？我什么时候跟你画过这种画像？这明明是我和顾怀瑾之前找画师做的画，你竟然让画师强行把脸给改了！我的好夫人，在这个世上，只要是银子能解决的问题，都不在问题。救场救到你这份上，除了你，我也真想不出第2个人了。你确定这不是早有预谋？我说过了，
我只是花了点银两，有钱能使鬼推磨，这道理你不信？这邪劲儿，我现在真的信了。憋死我了！陆景深，我还是想不通，那幅油画像的原稿，你到底是怎么拿到的？沈清婉，你真的想知道？当然，这种绝密的东西，画师不敢外泄，没理由会落在你手上。如果我说是顾怀瑾亲手给我的，你信不信？什么？顾怀瑾亲手给你的？这不可能！他为什么要给你？他疯了吗？把自己未婚妻的画像原稿亲手送给死对头？沈清婉，你不是挺聪明的吗？你猜？不说就算。陆景深，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，这种时候还想看我笑话？谁要看你笑话？这个时候不应该是先洞房吗？陆景深，那个，我想今晚能不能先让我一个人睡？你是说洞房花烛夜，夫人就要跟我分房？陆景深，我承认今日如果没有你，我会输得一败涂地。但是现在，我真的还没准备好，可以吗？沈清婉，你这招以退为进，用的还真是炉火纯青。3日，这是我最后的底线。世子，3日能不能再商量商量？或者你今晚直接回侯府去睡？不能。沈清婉，我警告你，别想着过河拆桥。今日这大婚要是没我，你现在指不定在哪个角落里哭呢。做人得有点良心吧你。什么？陆景深这家伙，原来也没我想象中那么难应对。只要撒个娇示个弱，这头野豹不还是顺着毛走了？陆景深，你怎么又回来了？陆景深，你干嘛？睡觉，看不出来吗？我方才不是说了我想自己睡吗？你在这算怎么回事？沈清婉，你睁大眼看看，你现在不是一个人在床上睡着呢吗？难不成这榻上还躺了第二个我？你这是耍赖！我这叫履行契约。3日，我只答应不睡床，可没答应让你把我赶出这间屋子。晚安，夫人。陆景深世子爷，你是不是揣着明白装糊涂？我的意思是，我一个人睡这间房，你去厢房睡。沈清婉，你休息。你沈清婉要强，你要面子，我就不要面子了吗？我临时给你当新郎救场，家里人已经够难交代的了。我爹娘，甚至整个侯府上下，那是好不容易才选择信我，全程陪着咱们演这场戏。结果新婚第一晚，你让我去睡厢房，万一明日一早被下人或者我爹娘知晓了，你让我怎么说？说我堂堂镇北侯世子，洞房花烛夜被死对头扫地出门。可是，就3日，我真的需要静一静。今晚开一下门。居然还敢找上门来！顾怀瑾，今晚歇下了吗？城外客栈环境简陋，若雨才刚睡下，我知道你肯定还在生我的气，所以便连夜快马赶回来陪你了。连夜快马赶回来，顾怀瑾，你是不是觉得你陪完别的女人回来，只要用这种语气跟我说2句话，我就该感恩戴德？今晚天深路重，
你快让开门，让我进去吧。赢你？顾怀瑾，你是不是失忆了？还是你觉得我失忆了？清婉，我知道都是我不好，我不该在那个时候抛下你，我正式向你赔罪，行吗？我还特意给你带了你最喜欢的玉簪，咱们进屋再说。顾怀瑾，你给我听清楚了，今日我已经成亲了。乖，清婉你就别置气了，这场戏演得有点过了。我和我们顾家的人都没出现，你一个人对着空气拜堂吗？是，你和你顾家的人确实都没有出现，因为你们根本不在乎。这场大婚是我和沈家倾尽心血操持，所有的颜面都是我在撑，你不能到场。你们顾家甚至没想过该如何跟满堂宾客解释，没想过替我去处理那些烂摊子，派个管事传句话，就理所当然的通知我推迟婚期。我说了那是特殊情况。特殊情况？你的特殊情况就是陪你的小青梅。顾怀瑾，我告诉你，这京城之中不是只有你一个男人。沈清婉，你到底什么意思？你是不是在里面藏了什么野男人？你把门打开，你说话啊！哼，世子，这场戏交给你了，我这辈子都不想再听到这个人的声音。放心，我最擅长清理垃圾。沈清婉，你说话！你把门打开，引我进去。顾怀瑾，大半夜的你要死，想让人引你进门去找你的小青梅啊？使唤我夫人干什么？你是陆景深，你是镇北侯世子。哎，叫一声就行了，我又不是你老的，用不着这么大声表消息。陆景深，你说清楚，谁是你夫人？沈清婉是我未婚妻，你怎么会在清婉的宅子里？顾怀瑾，听清楚，沈清婉现在是我名正言顺娶回来的女人。陆景深，你放屁！清婉怎么可能嫁给你？你们这对奸夫淫！够了，今晚是我跟清婉的洞房花烛夜，再狗叫扰我们快乐，你知道下场。还有，你自己做的那些破事，你自己心里没数吗？我劝你别再来打扰我夫人，否则最后不好收场的人一定是你自己。来人，把他的嘴给我堵上，扔出这条街，以后再敢靠近，直接打断腿。你们要干什么？扔得好，清静。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他这副歇斯底里的样子这么倒胃口？陆景深，我真的有一种身心俱疲的感觉。我以为我会彻夜难眠，可我现在脑子清醒的想吐。那就闭嘴，睡觉。糟了，居然已经40了。沈大小姐，大清早的拆房呢？按照咱们大梁的习俗，婚后第2日要回门，我得回沈府，我爹娘肯定都在等了。糟了，我昨日走得急，带过来的只有身上这件嫁衣，我现在拿什么出门回门啊？等你想起来换洗的衣物，天都黑了，衣服在桌上，自己换吧。这竟然是给我准备的，从里到外连尺寸都分毫不差。陆景生，你这几年的死对头人设是不是演得有点太用力了？除了毒舌和狂傲，你居然还有这么细心的一面。醒了，沈大小姐穿的这么端庄，这是新婚第2日就要去商铺抢我生意？不是，我是想说，你该不会不知道吧？今日按理说我们要回门，回沈家。昨日祖父在大婚上虽然什么都没说，但那脸色估计已经隐忍到了极限。今日这一回去，不知道还要怎么跟他解释。
哦，这个什么？你该不会是怕了吧？怕？沈清婉，你认识我这么多年，什么时候见我陆景深怕过？既然是陪夫人回门，我当然得准备一份大礼。回门的事我差点忘了，不过急也不急在这一时。世子爷，你心可真大！我祖父那脾气，万一等会儿咱们回去，他直接拿拐杖把你轰出来怎么办？他要是轰我，我就带你跑。先用早膳，空着肚子可没力气挨训。这香味，侯府的厨子厨艺未免也太好了吧？这粥底熬的简直绝了。我这里没有厨子。没厨子？那这些是谁弄的？没厨子？那这些是谁弄的？你别告诉我，这大清早的还有满汉楼送席面过来。我做的。你做的？陆景深，你开什么玩笑？你那双手不是用来握长枪、签几万两银票的吗？你居然会下厨？怎么，很难理解？你要是喜欢，以后我天天给你做。我不只会熬粥，还会做很多其他的菜，保准沈大小姐满意。你到底是吃错了什么药？这个我一直认为高高在上、狂傲不羁的死对头，竟然会有如此居家的一面。我以前到底是认识了一个什么样的陆景深？万丈阳光照耀你我。世子爷，你别告诉我，这豆浆也是你大清早现磨现煮的。世子妃，你完全可以相信，在往后的日子里，我能把你照顾得很好。哦，我只是随口一问。吃饱了，我来收拾吧。放下。什么？你这双手是用来拨算盘、掌管中柜的，这么好看的一双手，洗什么碗？可是这是咱们新宅，还没请下人呢。这些粗活让你的夫君来。我以前还以为全天下的男人都一样呢。沈大小姐又在拿我跟谁比？我想起以前在顾怀瑾那儿，我为了讨好他，笨手笨脚做了2道新菜，卖相很丑，味道也一般。然后呢？顾怀瑾倒是吃光了。我收拾碗筷去洗的时候，他从后面抱住我，说他真幸运，能有这么一个漂亮又贤惠的娘子。漂亮贤惠？沈清婉，在他眼里，你洗个碗就叫贤惠，他那是拿你当免费丫鬟在哄。是啊，当时我竟然还觉得很感动。记住，在我这儿，你的贤惠不值钱。我娶的是沈清婉，不是娶个刷碗的。顾怀瑾觉得我洗碗是贤惠，陆景深却说我这么好看的一双手，不该干这种粗活。沈清婉，当着你夫君的面走神，想什么呢？没什么。别急着跑，世子妃。陆景深，你……世子少夫人，师父派人急报，顾家全家上门闹事了。陆景深，回门计划有变，顾家人居然敢去闹我爹娘，上赶着找死！走。我们沈家教出来的女儿就是不知廉耻，大婚当日换新郎，我看她早就跟那个野男人勾搭在一起了，合起伙来坑我们怀瑾。不知廉耻的人是顾怀瑾。
沈清婉，你还有脸回来？你们这对狗男女！你再说一个字试试！都给我住口！你们当我是死了，还是当我不存在？在我沈家的地盘上撒野，谁给你们的胆子？老爷子，您别拿身份压人。换新郎，这事儿明明是你们沈家理亏在先，换新郎这种荒唐事儿都干得出来，哼，我还不能骂两句出气了？理亏！敦阴大事重于泰山，只要人没死，爬也得爬着过来拜堂。他顾怀瑾倒好，大喜的日子把新娘子扔下去陪别的女人，现在你居然有脸说理亏的是我们沈家，你们还有眼上门理论？真当我沈家人是好欺负的吗？都给我滚！沈老，您这也太霸道了。本以为登门能换取赔罪，没想到你们沈家不点不认错，反而……滚出去！听不懂人话吗？走，这婚结不成，咱们也没必要在这受这份气。走可以，但是原本说好给怀琴和青瓦大婚做陪嫁的那处新宅，必须折现。宅院的地契或者折算银两，必须分我们顾家一半。分一半。顾夫人，你是不是出门忘了带脑子？那宅子是我爹娘买下的，地契上写的是我沈清婉的名字。你儿子大婚当日逃婚，你现在凭什么问我要一半宅院？凭你脸皮够厚，还是凭你家顾怀瑾够渣？凭什么？凭这是两家之前的约定，你们沈家亲口答应你，只要怀瑾娶了清婉，那宅子就是他们小两口的共有家产。现在你们想赖账，门儿都没有！你这人是掉进钱眼里出不来了吗？哼，亲家母，话别说的那么难听，我这是维护我儿子的应得之物，应得之物，那是我的宅子，我沈家的产业，为什么要给你们一半？你们顾怀瑾现在算我们家什么人？凭什么拿走我家的东西？我们家是说过，清婉成婚之后，那宅子可以给小两口住，但是我们家的女婿不姓顾，不叫顾怀瑾，他叫小婿叫陆景深。对，听清楚了吗？我女婿是镇北侯世子陆景深，他不叫顾怀瑾。你想要宅子，找你那个逃婚的儿子要去。好啊，沈清婉，你们沈家真是好样的，大婚还没开始就找好了下家，你们这是明目张胆的给我们怀瑾戴绿帽子，你们还敢理直气壮！我今日就把话撂着，我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宣扬出去，去茶楼酒肆，去街头巷尾，让所有人都知道你们沈家干的这些丑事儿，让你们名声扫地！宣扬，顾夫人，你可真是会贼喊抓贼。顾怀瑾在大婚当日，为了陪别的女人，亲口要求我推迟婚期，这证据我手里多的是。有你们这种厚颜无耻、贪得无厌的爹娘，也难怪能养出顾怀瑾这种吃里扒外的负心汉。沈清婉，你有种！你给我等着瞧！我非要把你这些烂事捅出去，让你这辈子都抬不起头来！世子，您要的东西都在这儿了。站住！这些东西带回去给顾怀瑾好好看看。世子，您这是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。这些关于顾怀瑾在外头棉花素柳的精彩记录，我手里还多的是。方才顾夫人不是说要去茶楼酒肆宣扬？尽管去，我也很期待，看看最后到底是谁出丑，谁身败名裂。陆景深，你给他们的是什么？顾怀瑾的把柄？喂，跟我还保密？大小姐，
商场大忌是好奇心太重，进去吧，别让岳母等急了。清婉，娘以前觉得他们顾家顶多就是势利了点儿，想着顾怀瑾文质彬彬的，又斯文又温柔，我还寻思，反正你以后也不跟公婆住，只要你们小两口过得好就行。可现在一想，这种人家，幸好我们清婉没嫁过去，要是真进了门，那不是掉进虎狼窝了吗？娘，都过去了。今日回来的这么仓促，陆景深肯定跟我一样，根本没空准备回门的礼单吧？这下该怎么跟祖父交代？母亲，今日回门实在太急了，景深那边……夫人，过来帮把手。陆景深，这是什么？你何时准备的这些？还愣着做甚？帮为父拿一下，沉着。你这盒子里到底装的什么呀？哎呦，景深，你这孩子真是，回门就回门，怎的还备了这么多重礼？祖父，这是家父家母特意嘱咐孙婿带给您的孝敬。既然都入了我沈家的门了，搞这些虚礼做甚？祖父，景深他也是一番心意。其实也不是什么贵重物品，只是听闻祖父您平生最是好玉，正好侯府库房里有这2件老古董，家里人早就看腻了，堆在里面也是落灰，我就厚着脸皮拿过来，想讨一下老爷子的欢心。您给长长眼。玉，你小子倒是敢开口！你拿什么玉来糊弄我这老头子？是啊，祖父，东西好不好，还得请您老人家亲自长长眼。这是玉里规则晶莹剔透，触之细润如凝脂，好玉，当真是绝世好玉。很高兴这块石头能入祖父的眼。不行，这太贵重了，这东西你拿回侯府去。我沈家虽然也算高门，但还没到收孙婿这种重礼的地步。喂，你也太下血本了吧！这东西我祖父都说贵重，你赶紧收回去，别回头侯爷和夫人找我算账。祖父，这话您就见外了。沈家最珍贵的明珠青婉，都已经进了我陆家的名义，跟他比起来，这区区一只玉如意又算得了什么？你这嘴倒是甜。祖父，如果您还认可我这个孙婿，还请务必收下这份薄礼，否则我这心里实在是不踏实。神魔狗样的！要不是我知道你平时毒混账的样子，差点就被你骗了。罢了，就当是你这小辈的一番孝心了。岳父，这2份是给您的，这盒子里是托人从武夷山老树上采摘的极品大红袍。我知道您平时最讲究这一口。大红袍？哎呀，这怎么好意思呢？景深啊，你有心了。哎呀，这玉簪，景深，你这也太有心了。你怎么知道我平时最喜欢这京城新出花样的首饰？世子爷，你这眼线埋得够深啊！连我娘喜欢什么首饰，我爹爱喝什么茶，我祖父好哪口玉你都摸清了。你是不是在我家插了暗网？我的好夫人，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。既然要入沈家的门，这功课当然得做足。景深，行家呀，这茶汤的火候你拿捏的比我还准。如今京中子弟很少有你那般懂茶的。好，这局下得痛快。景深，你这棋风稳健，有点老头子我当年的风范。岳母，您眼光真好。梨园那个武生确实功底扎实，上次在长公主的赏花宴上我见过他，身家清白，唱腔也绝佳。是吧？我就说这孩子靠谱，没想到你也懂这些，
以后常陪岳母聊聊。陆景山，我真没见过像你心机这么深的男人。你这演技不去戏帮子挂牌，真是可惜。清婉，京深是个好孩子，稳重又有才干，你们俩以后一定要好好过日子。是啊，顾家内门糟心亲事，退了也好。你们俩听娘的，明日一早就赶紧去衙门把婚书录籍，把名分定死了。深儿啊，明日录完籍，晚上一定带清婉回府里用膳，娘明日亲自下厨，给你们做你最爱吃的菜。岳母，您放心，明日办完正事，我一定准时带夫人回来。娘，您这深儿叫的也太顺口了吧？到底谁才是您亲生的？清婉，怎么说话呢？景深这孩子稳重又懂事，听你娘的话，明日把正事办了，早日圆房才是正经。我刚才在门口吓到了。我只是没想到，世子爷这收买人心的本事比你谈生意的手段还高明。沈清婉，你要是真不想圆房受这束缚，可以不理会。你说什么？我说圆房这事儿随你，岳父岳母那边我会想个体面的理由先搪塞过去。在我这儿，你不用觉得被这门亲事绑架。多谢。累吗？尚可。比起昨日在婚仪上当众被顾怀瑾抛下，今日这种应付长辈的戏码，确实只能算尚可。陆景深，你干什么？你不觉得你刚才的动作太亲昵了吗？世子爷，你是不是做戏入戏太深了？咱们成亲的消息都传遍整个京城，难道在沈小姐眼里，这种程度就算逾矩了？可我们以前是死对头，是那种抢铺面、抢货源，恨不得在商场上把对方生吞活剥的死对头。继续说啊，怎么不说了？后悔拉我下水？陆景深，我一直想不明白，你这种人为什么会同意跟我成亲？以你的身份，只要你招招手，什么样的名门淑女没有？我为什么不同意？沈清婉，你高挑漂亮，聪明果决，论家世与我镇北侯府门当户对，在我眼里，你确实是当世子妃的最佳人选。更重要的是，娶了你，我就等于在商场上少了一个强劲的死对手。这种强强联合吞并对手的好买卖，我陆景生怎么可能拒绝？世子爷不但是朝堂里老油条，还是天生的生意人啊！谢谢夸奖，你也不差。被这家伙这么猛的一夸，怎么反而觉得心里这么乱？陆景深，既然是世家联姻，有些丑话我得说在前面。我沈家名下的商铺和你镇北侯府的产业，我希望以后也不要有任何牵扯。咱们成亲后的私产必须泾渭分明，绝对分割。随你，只要沈小姐觉得这契约能让你睡得安稳，我没意见。你答应的倒是爽快，世子爷不打算再算计点什么？算计你那点嫁妆铺子？沈清婉，你是不是太小瞧我了？我想也是，既然我们势均力敌，账目分割对你而言也没什么损失，甚至更省心。小姐，大喜事儿！刚得到的消息，内务府今年丝绸采办的皇商名额，咱们拿到了。当真？确定消息属实？千真万确！内务府的采办印纸都已经送过来了。这不对劲，据我所知，这次参与竞价的商汉里，侯府名下的陆家商铺可是志在必得。论底印、论财力、论势力，陆家明明比我们更有优势。宫里那边之前一直倾向于他们。谁说不是吗？大家都说陆家商号这回是抽了什么风？
就在昨日下午，他们突然单方面撤了竞价的牌子，连个解释都没有。结果，这泼天的富贵就直接砸到咱们头上了。突然撤出。昨日下午，小姐，您怎么一点都不高兴啊？侯府产业下的那帮掌柜，平时眼高于顶，这回终于栽在咱们手里了。陆景深，这就是你说的财产分割？你这哪里是取对手？你这是在割肉喂鹰啊！翠儿，你确定陆家商号是主动退出的，没有任何附加条件？千真万确，小姐，他们那边的牌子撤得干脆利落，外面人都说陆家这回是踢到了铁板，自知争不过咱们沈氏。争不过？内务府皇商这块肥肉，陆景深盯了半年。他这种性格的人，会主动把吃进嘴里的肉吐出来。小姐，您怎么了？这可是天大的喜事，您看起来怎么一点都不高兴，反而像是在担心陆家。无事，这采办的名额既然拿下了，后续盯紧点，你先去忙吧。陆景深，内务府采办的名额为什么要突然撤标，把它让给我们？哦，那单子赚头虽大，但交期太赶。陆家商后手头还有几桩大买卖要动，你们沈氏正好有空档能接下，我就顺手撤了。这种鬼话你觉得我会信？世子爷，咱们认识10年，斗了7年。那沈小姐觉得是什么原因？若是换做以前，你不但会跟我抢到底，还会动用关系断了我的生死供应。可今日呢？你这算什么？施舍吗？沈清婉，你还没搞清楚状况。以前你是顾怀瑾的未婚妻，我自然要跟你抢。但现在，你是我夫人，我为什么要跟我夫人抢东西？商场教的是怎么赢过对手，没教怎么疼夫人。沈小姐，你以前的经商之道学得太好，这门课得跟我补补。行了，别在这儿复盘上道盘算了，就差个汤了，赶紧进去卸去钗环，换身轻便衣裳，净手准备用膳。好。今日拿了内务府的单子，沈教赏脸。喝2杯庆祝一下，那就喝点酒，不碍事的。陆景山，我发现咱们2家商后的厨子，不对，是你这厨艺，怎么专门往我胃口上撞？这4道全是我的心头好。是吗？那只能说明咱们俩的口味还挺像的。这味道比想象中还要地道。喜欢就多吃一些，沈长是多吃肉才有力气在商场上跟我划清界限。陆景深，咱们2家商后斗了这么多年，我倒是不知世子爷连我爱吃什么都摸得这么清楚。商场上知己知彼，婚后也一样，只不过以前是为了赢你，如今是为了哄。油嘴滑舌。夫人爱听，我还能多说几句。顾怀瑾在外面拍门半盏茶了，我怕影响夫人用膳，没让人报。清婉，我知道你在里面，你出来，我有话说。他还有脸来，阴魂不散。你要出去，我陪你。你若不想见，我现在就让暗卫把他扔去顾府门口。最后一次，不说绝，他永远觉得我还会回头。好，清理旧账这种事，夫君在场，省得也够要人。清婉，你终于肯见我了，
我就知道你心里还有我。再进一步，本世子断你的腿。这是我和清婉之间的事，你一个外人凭什么管？外人，你的好妹妹半夜陪你来堵我府门，她都能在场，我夫君为什么不能？夫君？你叫他夫君？我与陆景深拜过天地，进过高堂，满京城皆知。他不是我夫君，难道你这个大婚当日抛下新娘去陪别人的男人是？清婉，我那日只是被若雨拖住了，我心里真正想娶的人一直是你。只要你愿意，我可以立刻回去跟祖母说清楚，我也可以。可以什么？可以再让我在全京城面前丢一次脸。顾怀瑾，迟来的深情比草还贱。不过是赌气。陆景深就是趁虚而入，他算什么东西？他不过是终于挖到墙角了。这一巴掌打你嘴巴不干净。顾怀瑾，我曾经眼瞎，但不是一辈子眼瞎。收下，不让安慰。不用，今日我自己断干净。清婉，你就这么狠？你忘了我们4年的情分？4年情分，是你陪林若仪去寒禅寺的情分，还是你们私下颠鸾倒凤，还要把脏水泼给我的情分？你怎么知道？林若雨，你躲够了吗？清婉姐姐，我只是怕怀瑾哥哥放不下你，才陪他来解释。解释？那些私房小巷不就是你塞进我闺房的？你不就是想逼我死心，好独占他们？骗我！你明明说不会让他知道。我不这么做，你会娶我吗？你日日念着他，却让我没名没分跟着你，是你先毁了我！你害我！是你先负我！顾怀瑾，林若雨，你们一个自私，一个贪心，倒是天造地设。哈哈哈哈！陆景深，你别得意，4年前在书院，我就该防着你，藏得够深，盯着我的未婚妻这么多年，终于得手了吧？什么叫盯着我这么多年？你以为他为什么总和你抢生意？他是在找理由靠近你，他才是京城里最会装的疯子。送顾公子和林姑娘回去，再敢靠近别院，打断腿。陆景深，沈清婉，你们回去，你把话说清楚。陆景深，顾怀瑾说的到底是真是假？是真。4年前书院初见，你在变钢课上把一群世家子弟驳得哑口无言。那日我输了棋，也输了心。你心悦我？陆景深，这简直是京城最大的笑话。我们明明一直是死对头。谁稀罕跟你当死对头？我若不跟你抢铺子、争彩班、斗账表，你会多看我一眼吗？后来你与顾怀明定亲，他特意命人送来你们的定亲画卷，让我死心。所以你才处处针对顾家。我针对的是他，不是你。我看得出他配不上你，可那是你认定的，我不能强求。大婚那日收到你的信，我以为自己在做梦。沈清婉，我不是临时起意，我是等了7年才等到你回头看我一眼。所以世子爷暗恋多年，还装得跟我水火不容。说完了，要笑就笑。再想，本世子可不睡美人榻。陆景深，你重死了起来！沈清婉，我可以等，也可以忍，但你不能拿我的真心当笑话。我没有。睡吧，你刚从顾怀瑾那摊烂账里出来。我不逼你。原来这场换嫁对我来说是退路，对他来说却是等了7年的归途。忽然有些后悔，自己从前只看见他的狂妄和锋芒，却从没认真看过他藏在锋芒下的温柔。世子爷不是权贵吗？怎么还抢厨娘的活？新宅没请下人，你昨夜没吃多少，早上得喝粥。你这样会把我养懒。那正好，养懒了就跑不动了。世子妃，
工坊那边出了急事，先吃完。商号的事耽误不得。长氏，这批绸缎若能赶上内务府采办，沈氏今年的账面能再翻一番。先稳质量，别贪快。沈家做的是长久生意，不是一次买卖。快躲开！他怎么样？皮外伤，幸而未伤及性命，只需静养3日，切忌劳神。若再奔波理事，伤口裂开，怕是要留疤。我把他交给你照看，你就是这么照看的。表哥，我也没想到，表哥，怪不得我头刚砸破，你来的比大夫还快。杨艳，你在我身边这么多年，原来是他的人。天地良心，商号机密我半个字都没卖，我顶多说过你爱吃什么，爱用什么香，哪天心情不好。很好，陆景深，你这眼线埋得够深。是我不对，但我只是想知道你过得好不好。你从前太要强，受了委屈也不肯求人，我怕你把自己熬坏。出去！我现在看见你，头更疼。混蛋！青婉，疼不疼？娘今晚不走，就在这里守着你。亲家母，这可不行，谁的媳妇谁照顾。景深那臭小子等了这么多年，好不容易有表现机会，咱们不能抢。我只是磕破头，不是手脚断了。大夫说要家属全程示警，我是你夫君，名正言顺。母亲，您不像京城人，我本就不是。镇北侯府根基在北境和江南，原本不该扎在京城。可陆景深这些年在京城置产业、开钱庄、征商路，几乎把半个京城的生意都翻了一遍。是景深坚持要搬。他书院第2年回家，突然同他父亲说要把侯府的势力、钱庄、商县全往京城挪。书院第2年，那时我们刚认识不久。那时我只觉得他处处与我作对，怎么也没想到他竟是因为我才留下。青婉，他不是为了争京城这口气，他是为了离你近一点。那孩子嘴硬，爱的却笨，笨到把7年光阴全压在你一个人身上。你大婚前一夜，杨艳哭着来告诉我，说景深守了7年的姑娘要嫁人了。我去书房看她，满桌都是你和顾怀瑾的定亲小象。他看那些做什么？一张张翻，一张张看，像要把自己逼死心。可第2日一早，他忽然冲进主院，说他要成亲了。他那样骄傲的人，眼眶都是红的，却笑得像捡回了一条命。青婉，母亲不逼你，只是景深这孩子看着混账毒舌，其实心最重。他等你不是为了占有你，是怕你再受委屈。那日你在沈府门前上轿，他握缰绳的手都在抖，只是怕你后悔。母亲，我明白了。青婉头还没好，不如跟我回侯府住几日。不劳母亲，我媳妇儿我自己照顾。你撞坏脑子了，笑什么？听说某人当年在书房抱着定亲小象哭。母亲怎么什么都说？活该！在校脑浆都震出来。陆景深，以后不许一个人等了，有什么话直接来问我，别再像个傻子一样把自己关起来喝闷酒。好。我还是出去吧，怕被甜死。账册放下，滚！陆景深，
你是不是想把我养废？猜对了，把你养废，你就再也离不开了。那万一你变心了7年单相思都熬过来了，好不容易把你叼回窝，你觉得我会松口？陆景深，我赌一次，赌你能给我白头到老。都是你毁了我！若不是你贪心摇摆，我怎会落到今日？睡吧，夫人。夫君，大夫都说了是喜脉，你怎么还不让我抱？万一累着怎么办？我只是有孕，不是纸糊的。陆景深，当初我们成亲满城皆知，可这4个月，我爹娘和祖父从未催我去补红插婚书。你到底怎么说服他们的？我告诉他们，我认定你一辈子，但不想用长辈逼出来的文书绑你。等哪天你心甘情愿要我这个名分，我们再去签。等了这么久，不委屈？7年都等了，4个月算什么？只要是你，我等得起。那现在去京兆府吧，世子爷，我给你个名分。多谢夫人赏我名分，我陆景深终于转正了。你不问问我是不是因为孩子才签？不问，过程不重要，结果是我赢了。去，告诉父亲、母亲、岳父、岳母、沈老爷子，我有红气了，也有孩子了，全京城酒楼都去散喜钱。你朝堂上那些死对头会笑死。他们那是嫉妒。原来被人坚定爱着是这样的踏实。